很多人的一生其实早在20岁甚至更早就已经结束了，剩下的几十年只是在重复同一个充满恐惧的噩梦。你们活得小心翼翼，像是走在铺满地雷的钢丝绳上，每一步都如履薄冰，生怕踏错一步就万劫不复。但我今天必须告诉你们一个残酷却又让人解脱的真相：你们脑海中那个一旦犯错就满盘皆输的世界根本就不存在，那是你们的基因编织出的幻觉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谎言。如果你能看穿这一点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你离财富自由和精神自由只差一次大胆的犯错。在我深入剖析这个足以颠覆你人生底层逻辑的概念之前，如果你想在这个充满噪音的世界里找到真正属于少数人的信号，如果你想通过重塑思维模型来获取不对称的巨额回报，请动动手指，点赞并订阅这个频道。你的每一个互动不仅是算法的燃料，更是你向这个宇宙发出的我准备好觉醒的信号。好了，让我们抛开那些客套话，直接切入这场关于生存与博弈的深层手术。我要讲的故事关乎我自己，也关乎你们每一个人。在硅谷的投资生涯中，我见过无数绝顶聪明的人，他们拥有名校学历，拥有完美的履历，但他们最终只是成为了大公司里一颗昂贵的螺丝钉，终日焦虑。而另一些看起来并不那么完美，甚至可以说是千疮百孔的人，却最终拿到了人生的头奖。这其中的差别不在于智商，不在于勤奋，而在于一种名为容错率的隐形资产。让我们回到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去审视这个问题。想象一下，你回到了几万年前的非洲大草原，那是我们祖先生活的地方。在那个环境里，生存的游戏规则极其简单且残酷。如果你去探索一个新的丛林，可能会被狮子吃掉；如果你吃了一种没见过的果实，可能会中毒身亡；如果你因为一句话得罪了部落的首领，可能会被驱逐出去，在荒野中孤独死去。在那个时代，容错率几乎为零，一次错误就是终结。于是，恐惧被刻进了我们的基因里。我们的杏仁核，那个负责处理情绪的大脑古老区域，被训练得对不确定性极度敏感。这种敏感在当时是保命的神器，但在今天，它成了囚禁我们的牢笼。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我们的软件，也就是我们的大脑，还没有更新版本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法律保护，有着社会福利兜底，有着极高物质丰富度的时代。今天，如果你创业失败了，你不会饿死，顶多是住几年小房子，或者回去打工。如果你表白被拒绝了，你不会失去繁衍的机会。Tinder 上有成千上万个潜在对象，如果你在社交媒体上说错了话，虽然可能会被嘲笑，但你不会被丢进狮子笼里。然而，我们的身体反应却和面对狮子时一模一样，心跳加速，手心出汗，皮质醇飙升。我们把面子受损等同于死亡，把金钱损失等同于灭顶之灾。这种错位的恐惧导致我们人为地将自己人生的容错率压缩到了极致。我们不敢辞去那份枯燥的工作，不敢去追求那个心动的人，不敢把积蓄投入到自己看好的赛道。我们追求所谓的稳定，追求零失误，试图画出一道完美的人生轨迹。但朋友们，这恰恰是最大的风险。在这个瞬息万变、黑天鹅事件频发的时代，脆弱的完美主义是最容易崩溃的结构。真正的强者不是从不犯错的人，而是那些拥有极高容错率，能够在混乱中获益的人。我经常思考投资的本质。在风险投资领域，我们遵循一个被称为幂次法则的铁律。我看过成千上万个项目，投过几百家公司，在这其中，可能有几十家公司彻底倒闭，颗粒无收，可能有几十家公司不温不火，勉强维持。但只要有那么一家，比如优步，或者推特，或者诺丁，他们带来的回报是1000倍、万倍的。这唯一的一次巨大成功，不仅覆盖了所有失败项目的成本，
还带来了几辈子花不完的财富。这就是容错率的核心奥义。失败的次数根本不重要。在人生的长周期博弈中，你不需要次次都赢。事实上，你可以输掉99次，只要你能在第100次赢一把大的，你就是赢家。你可能谈崩了50次生意，面试失败了30次，甚至前2次创业都把钱赔光了，这都不重要。只要你找到了那个能产生复利的长期事业，找到了那个和你灵魂共振的伴侣，找到了那个真正适合你的独特赛道，之前所有的所谓沉没成本，瞬间就会转化为你成功的垫脚石。所以，人生的本质其实不是一场考试，不仅没有标准答案，更没有扣分机制，它更像是一场搜索游戏。我们在黑暗中摸索，试图找到那个正确的标的。每一次失败，都不是对你人格的否定，不是在告诉你你不行，而只是一个客观的反馈信号，告诉你这个选项是错的，排除它。当你排除了足够多的错误选项，正确答案自然会浮出水面。如果你因为害怕排除错误选项而拒绝开始搜索，那你注定只能在黑暗中原地踏步。既然我们已经明白了容错率的本质是与不确定性和解，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，作为一个普通人，在这个充满噪声的世界里，我们该如何具体操作？我不会给你们灌输那些空洞的鸡汤，我要给你们的是一套可以落地的算法，一套基于我多年实战经验总结出的思维模型。我想介绍的第一个策略，是我个人极其推崇，也是纳西姆·塔勒布非常强调的杠铃策略。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在混乱中保持反脆弱的终极心法。很多人对冒险的理解是线性的，要么完全保守，要么孤注一掷，这都是愚蠢的。真正的智慧在于两极化。在微观层面上，你要极度保守，控制下行风险；但在宏观层面上，你要极度激进，拥抱上行空间。具体来说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当你面对一个新的选择，比如一个新的商业项目，或者一段新的人际关系时，不要一上来就梭哈。你要先问自己，如果这件事彻底搞砸了，最坏的结果是什么？这个结果会不会让我彻底出局？这就是微观上的风险控制。例如，你想做副业，不要辞职，不要借高利贷去创业，你应该利用业余时间投入你积蓄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，比如10%的闲钱。即使这笔钱全部亏光，即使这个项目1分钱没赚，你的生活质量不会受到任何影响，你依然有饭吃，有房住。这就是虽然输了，但没死。但是，一旦你把下行风险锁死在可控范围内，你在宏观上就必须大胆地去试，因为你知道损失是有底线的，而收益可能是无限的。概率论从不骗人，只要你始终留在牌桌上，只要你不断地进行低成本的试错，大数定律终将发挥作用。你试得越多，你碰到那个独角兽机会的概率就越大。这种微观谨慎、宏观乐观的矛盾统一，正是拉高容错率的第一把钥匙。不要因为1-2次的失败就否定所有的可能性，那是弱者的逻辑。强者的逻辑是，我保护好自己的底库，然后不知疲倦地去敲每一扇门，直到听见宝藏开启的声音。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二个核心法则，用系统思维取代目标思维。这可能是反直觉的，因为从小到大，老师和家长都教导我们要树立目标，但实际上，过度的目标导向是导致容错率低下的罪魁祸首之一。当你设定一个具体的目标，比如我要在3个月内赚到100万，或者是我要在这个月内找到完美伴侣，你就把自己置于了一种二元对立的焦虑状态中。在目标实现之前，你是失败的。如果目标没有按时实现，你会感到挫败、自我怀疑，甚至崩溃。这种心态让你变得极度脆弱，容不得半点差池，因为你的快乐和价值感全部被绑定在一个你无法完全掌控的结果上。我建议你们建立系统。系统是什么？系统是一套持续运转的程序，关注的是过程、习惯和长期的复利。
而不是单次的结果。与其盯着赚100万这个目标，不如建立一个财富增值系统。每天阅读1小时商业书籍，每周尝试接触一个行业新风口，每月复盘1次投资逻辑。在这个系统中，你不需要为当下的结果负责，你只需要确保系统在正常运转。当你关注系统时，你的容错率会无限拉高。为什么？因为即使你在这个月没有赚到钱，或者这个项目失败了，你的系统依然在为你积累经验、技能和认知。你的底盘在变厚，这种底盘的增厚本身就是一种成功。就像一个在健身房锻炼的人，即使他今天没有立刻变瘦，但他的肌肉纤维在撕裂重组，他的代谢率在提高。这种基于系统的成长，让你能够承受外界的风吹雨打。哪怕这次尝试失败了，你在过程中获得的技能树、积累的人脉网、磨练的心性，都会完整的迁移到下一个机会中。这就是复利的力量，让每一次试错都成为资产，而不是消耗。第3个法则，也是最考验人性的一点，就是关于迭代与止损的艺术。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所有的学习本质上都是一种纠错机制。如果你觉得自己一直是对的，那你一定是在停滞不前。真正的高手大部分时间都在试错，这里的关键在于速度。硅谷有一句名言，快速失败，经常失败，但这后面其实还有半句，廉价失败。你需要建立一个假设、行动、反馈减修正的高速闭环。当你有一个想法，不要在脑子里盘算1年，而是用最小的成本去做一个原型，去市场上测试。如果市场反馈不好，这就是一个宝贵的数据点。不要纠结，不要内耗，立刻调整参数，进行下一次尝试。而在尝试的过程中，最难的往往不是开始，而是结束。很多人因为沉没成本，那些已经投入的时间、金钱和情感，而死死抓住一个错误的选项不放。一个毫无起色的项目做了半年还在坚持，一段充满消耗的关系维持了几年还在忍受。这就是在人为地降低自己的容错率，因为你把宝贵的资源和时间浪费在了注定没有结果的事情上，你就失去了去尝试新机会的能力。果断止损是一种高级的智慧，它意味着你承认自己之前的判断错了，但这不可耻。相反，这是一种止血的勇气。当你意识到路径错误时，立刻停下来，就是最大的进步。你需要像修剪枝叶一样修剪你的生活，砍掉那些无效的社交、无效的项目、无效的执念。只有腾出了空间，新的机会才能进来。这就好比打扑克，拿到一手烂牌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明明知道牌烂还要硬跟住，最后输得精光。敢于弃牌是为了在拿到好牌时有足够的筹码去赢。在这一系列的方法论背后，其实支撑着一个最底层的心理基石，那就是关于身份的认知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之所以容错率低，之所以害怕失败，是因为我们将失败这件事内化成了我的身份。当你的创业项目倒闭时，客观事实是一家公司破产了，但你的大脑会欺骗你说，我是一个失败的创业者。当你被恋人抛弃时，客观事实是一段关系结束了，但你的小我 ego 会告诉你，我是一个不可爱的人。当你把外界的反馈与你的自我价值深度绑定时，每一次错误都像是在攻击你的灵魂，你自然会拼命防御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如果你想获得真正的自由，想把人生的容错率拉满，你就必须放下这种我执。正如佛教哲学所教导的，那个你以为固定不变的自我，其实只是一个流动的幻象。你不是你的工作，你不是你的银行账户，你也不是你的社会地位，你是一个观察者，一个体验者，一个在宇宙中持续流动的意识体。保持身份的流动性，意味着允许自己不断的重塑。你可以今天是创业者，明天是修行的隐士，你可以是职场精英，也可以是那个敢于裸辞去探索世界的流浪者。你的身份不应该是一个沉重的标签，而应该是一件随时可以穿脱的衣服。
当你不再执着于我必须是成功的，而是接受我正在体验试错的过程。当你不再用单次的结果来定义整个人生，而是关注长期的成长轨迹，你会发现内心的恐惧感会烟消云散。这就像是玩电子游戏，如果你把游戏里的角色当成真实的自己，每一次掉血你都会痛苦万分。但如果你意识到你只是那个手握手柄的玩家，屏幕上的角色死了，大不了点一下 restart， 重新开一局就是了。这种抽离感，这种上帝视角，就是拉高人生容错率的终极心法。你的心能容纳多少错误，你的世界就能拓展多宽。我想请你们停下来环顾一下四周，看看这个世界，它依然在按照它的规律运转，不在乎你的成功或失败。太阳照常升起，股市照常波动，人们照常忙碌。你的那点错误，在宏大的宇宙背景下，连尘埃都算不上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更大胆一点呢？你要明白，现代社会为你提供了一张前所未有的安全网。只要你不去触碰法律的底线，不染上毁灭性的恶习，你几乎不可能真的输光。既然生存已经不是问题，那么人生的意义就只剩下2个字：探索。去探索那些你未曾涉足的领域，去链接那些你未曾谋面的人，去测试那些看似疯狂的想法，用杠铃策略保护你的底线，用系统思维积累你的底盘，用快速迭代进化你的认知，用流动的身份释放你的潜能。不要等到垂垂老矣，才后悔自己一生都在为了所谓的安全感而画地为牢。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，最大的风险就是完全不冒风险。平庸是唯一的陷阱，而试错是你唯一的出路。记住，财富、幸福、智慧，这些都不是终点，而是你在正确试错过程中自然涌现的副产品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这一切的改变不需要等到明天，不需要等到准备好的那一刻，就在此时此刻，你的每一次呼吸都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的认知体系有所触动，哪怕只是让你在那坚固的思维高墙上敲开了一丝裂缝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，并订阅这个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在这个算法主导的时代，这不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更是为了确保你不会错过下一次认知的升级。尤其是身处亚洲市场的你们，面对如今全球经济的动荡和转折，更需要这种反脆弱的智慧来保驾护航。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充满噪音的世界里保持清醒，保持野心，把人生的容错率拉满，去博取那个属于你的复利人生。谢谢大家。